Hello， 大家好。时值岁末，家中神兽放假，我们开启了为期1周的日本关西之旅。第一站，京都。早上9点的航班，天没亮就赶往机场了。众所周知，京都没有机场，所以要先飞到与之相邻的大阪，然后再转乘公共交通前往。2个半小时后，抵达了大阪关西国际机场，两地时差1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55分，加1小时就是当地时间，两地时轻松拿捏。入境过程很丝滑，过关后跟着指示牌从航站楼前往 JR 车站很便利。我们选择了从关西机场直达京都站的特急列车哈鲁卡，自由席车票150人民币一位，每半小时一班，停靠在4号站台，找到自由席车厢的位置上车即可。很快，网红的 Hello Kitty 列车进站了，萌萌的，还挺可爱的。整个车程1小时18分钟，坐在车窗旁看着风景，很快便抵达了京都。Next station is Kyoto。京都，我来了。上一次来这里是2019年，与京都站咫尺之遥的京都塔是京都最高的建筑。由于京都站这个庞大的建筑群和京都塔被认定影响了古都的景观，为此京都实施了非常严格的景观保护法，市中心的建筑不能超过31米，所以在京都看不到高楼大厦。出站口旁50米就是出租车停靠站，打车很方便。据统计，京都的出租车超过6000辆，运力充足且高效。由于日本社会老龄化和年轻人就业选择问题，导致出租车司机大都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也算是一大特色吧。从京都站到酒店大概4公里，抵达酒店已经是下午4点多了。这次预定的还是上次住过的 Cross 酒店，我强烈推荐这家酒店，它将传统的京都特色与现代设计风格完美融合在一起。大堂里有一台兑换机，没有用完的日元可以兑换多币种现金。还有一大优势就是房间面积基本在30平米以上，非常舒适。酒店位于繁华的中京区河原町3条，街两边商户林立，从这里步行到纸园、锦市场、鸭川等知名的景点以及高岛屋商场都很近，购物观光轻松搞定，公共交通也很便利。夜晚坐在落地窗前，看着极具京都特色的庭园景观，享受着闹中取静的美好时光。精致生活触手可得，欢迎关注奇想人生。大家好，我是朗奇，我现在来到了鸭川，我愿意称它为京都的母亲河，所以我这一次的京都之行就从鸭川开始。鸭川由北向南全长约为33公里，是京都的1级河川。清澈的河水构成了一个和谐的生态环境，岸上的樱花和枫叶在不同季节相继登场，各种飞禽和鱼类在这里栖息。历史上，鸭川曾经历数次洪水泛滥，甚至有段时期这里成为血腥的刑场，也曾是戏剧和歌舞伎的舞台。最终，这一切都随着河水流进了历史的长河里。其实啊，鸭川并不宽广，与咱们的大江大河无法相比，可它依然吸引着本地人和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我想，或许是因为这里能让人们在喧嚣中享受内心片刻的安宁。这是我第2次来京都，比起网红景点打卡，我对它的历史和文化更感兴趣。作为日本曾经的首都，有着1000多年的发展历史，京都的寺庙数量极为庞大，这些寺庙保留着我国唐代的风格，古色古香，韵味悠长。在众多寺庙中，身为皇家寺院的南禅寺格外吸引我。前往南禅寺的途中，看到琵琶湖引水渠的水道，这项启动于1885年的城市输水工程意义非凡。当时这项工程的核心目的是从琵琶湖获取充足的水资源，在京都大力发展经济进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位于左京区的南禅寺是临济宗南禅寺派的大本山。临济宗是汉传佛教禅宗南宗5个主要流派之一，始于我国唐代禅宗高僧义玄大师。南禅寺的创建最早可追溯至13世纪，是日本禅宗最高寺院。走在寺院参道上，
看着两边高耸的青松，庄严肃穆之感油然而生。随之映入眼帘的便是三门。在禅宗文化里，三门代表着空门、无相门、无作门，寓意着修行者要通过这3道门超脱尘世的烦恼，达到心灵的解脱。登上三门，京都古城的风貌尽收眼底，那种古朴与宁静，仿佛让人穿越回1000年之前，目睹石川五右卫门站在这里远眺京都街景，发出此刻景象值万两的哀嚎。寺院里的每一处充满着禅意，参道旁的青苔在岁月的滋养下绿意盎然，充满生机。它们覆盖在地面上、石块上，为寺院增添了一份古朴的气息。在寺院里的庭园中，被认定为日本名胜的方丈庭园是绝不能错过的。这里要说明一下，方丈的意思并非是住持，而是寺院的正殿。方丈前庭的枯山水庭园虎父子杜之庭是最著名的，出自江户时代著名的庭园建造家小堀远州之手，以大小不同的石块模拟老虎母子，以砂石模拟河流而营造出老虎母子一起渡河的情境。当我坐在这里看着眼前的景象时，感觉时间静止了，达到了空寂的境界。枯山水是日式写意园林的一种最纯净形态，是由被世人尊称为七朝帝师的孟窗书石所开创的。他曾经担任过南禅寺的住持。枯山水的特征是用岩石和砂石构成微缩式园林景观，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咱们唐宋的园林哲学和山水画写意技法的深远影响，目的是为僧人们打造一个冥想和思考的空间，参透佛学的教育，也能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感到无比的宁静，坐下来发发呆，思考一下大自然和生命，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在南禅寺，每一步都是景，走在落满红叶的小路上，一旁的清幽小庭园被僧人打理得干净整洁，随着微风落下的片片红叶，开启了生命的下一个轮回。这座欧式红砖拱桥形的建筑是寺院里另一处知名的景点水陆阁，来这里拍照的人络绎不绝。大家能猜到它是做什么的吗？其实啊，它的顶部是琵琶湖的输水道，为了不破坏寺庙的古朴风格，特意设计成了红砖拱桥的模样，将实用与美观完美结合。这个设计太巧妙了，站在下面往上看，红砖的质感在阳光下显得格外温暖，与寺院古朴的风格和谐地融合在一起。既然来了南禅寺，那一步之遥的永观堂必须不能错过。永观堂被誉为京都赏枫名所，是我的最爱。永观堂最初是贵族的旧庄园，在平安时代初期赠予一位僧人，后改建成寺院。每年的红叶最佳观赏期，简直就是一场色彩的盛宴。漫山遍野的红枫与殿堂、寺塔相互映衬，美不胜收。因此，永观堂有了红叶永观堂的别称。虽说这次我们来的时间错过了赏枫期，但幸运的是，没有了游人如织的喧嚣，可以安静地独享这份多姿多彩的景象。山上的天气变幻莫测，刚刚还阳光明媚，转瞬就下起雨来，让我有幸领略到雨中红叶的独特韵味。放生池里倒映着石桥，雨滴落下，泛起层层涟漪，那画面竟有着江南水乡般的柔美。永观堂里还藏着不少宝贝，其中最出名的当属那尊将头转向侧面的阿弥陀佛像。与一般正面朝前的佛像不同，传说在僧侣为他诵经时，佛像突然转头对着僧侣说话，造就了这独特的形态。这里的庭园景观和南禅寺方丈庭园的枯山水截然不同，是以水造景，池中锦鲤自在游弋，为整个庭院增添了灵动的气息。另外，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永观堂在赏枫季时会有夜场，建议大家有机会一定要来感受一下夜风的独特魅力。看着雨越下越大，只能恋恋不舍地从这美景里抽身，准备回市区了。当路过这家超火的小蓝瓶咖啡时，我毫不犹豫地冲了进来。
它是京都的第一家小蓝瓶分店，开在百年丁屋里，又紧挨着南禅寺，人气一直特别旺。坐在这座有着100年历史的建筑里，瞬间被温暖和咖啡的醇香包围。我点了一杯手冲咖啡，抿一口，暖意从舌尖蔓延到全身。窗外古色古香的景致，雨滴顺着屋檐滑落，枫叶随风飘舞，一切都美得那么不真实。此情此景，真希望时间可以暂停。回到市区已经是饭点了，朋友跟我说，来京都一定要吃牛肉，毕竟京都被公认为是日本最适合吃牛肉的地方。我们用谷歌地图搜了附近这家高评分叫NN的烤肉店就进来了。大家可能会好奇，为什么京都是日本最适合吃牛肉的地方呢？首先是地理位置决定的。京都处在松阪牛、神户牛、近江牛这3大和牛产地的中间，高品质的原材料是主要因素之一。其次，京都的买手们都很会选料进货，铁板烧用的牛肉和寿喜锅用的牛肉选料不同，再加以厨师的烹饪技巧，将高级食材的风味发挥到极致。本着来都来了的原则，我们把能点的牛肉都点了。我很享受烤肉的过程，看着这些美好的食材在烈焰的炙烤下，油脂不断飞舞，颜色慢慢产生变化，香气被充分释放出来，仅需1-2分钟便可以送入口腔。和牛入口即化，油而不腻，金箔牛肋排鲜嫩多汁，满口醇香。虽然最后撑到爆，但心满意足，高分评价果然实至名归。爱吃肉的朋友们可以收藏起来。晚餐过后，想喝一杯，感受京都的酒吧文化。经朋友的推荐，我来到了这里。这个以前叫京都坊主，坊主在日本语的意思里边就是和尚的意思，所以说这是一个和尚开的酒吧。我们现在进去看一下和尚开的酒吧是什么样。酒吧现在的名字 Samja 是梵语，意思是僧侣。或许老板是想让更多外国人知道这是和尚开的酒吧。据老板说，他家有自己的寺院，他是住持。在日本，很多寺院都是家族继承的，类似于家族企业。这家酒吧为客人提供200多种日本产的葡萄酒，还有各种威士忌，以及他自己的调酒。酒吧在装饰上并无过多运用寺庙元素，但可以看到庭园的包房以及用铜钵当作呼唤铃这些细节上还是能感受到一丝禅意，自然而然，不刻意。我请他按照自己的心情为我调一杯酒，看着他专注调酒的样子，很难相信他是一位住持。很遗憾，由于语言问题我们交流不是很顺畅，许多话题都无法与他探讨。不过他让我看到了什么是真正的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的境界，也是一次非常特别的体验。它就像一把神奇的钥匙，开启了我对京都 City Walk 的无限期待。京都的起源可以追溯到8世纪建立的平安京，作为曾经的日本首都，历经1000多年的发展，是日本的文化根源。这座城市的规划堪称唐朝长安城与洛阳城的精妙复刻，整个城市布局呈长方形，城内街道呈棋盘状整齐排列，以朱雀路为中轴线，分为东西2部分，东为洛阳，西为长安，而洛中、洛东、洛西这些区域的命名也与洛阳城的方位概念紧密相关，足以见证它与中国古代都城千丝万缕的联系。值得一提的是，京都和咱们的西安在1974年结成姊妹都市。京都的4条河园町算是核心区域了，从4条通至尉迟通之间的4丁通和新京急通早已融为一体，形成了京都最繁华的商业中心。在这里不仅能看到现代化的商业店铺，还能看到许多百年丁屋。让京都人引以为傲的是，他们有着1000多家百年老店，彰显着这座古城的文化传承。每一家老店都像是一个宝藏，等待着人们去发现。众所周知，日本的茶道、花道、陶瓷、漆器等等许多源自唐宋的技艺早已融入日常，
漆器更是其中典范。漆器的英语 Japan 和瓷器的英语 China 异曲同工。漆艺自唐代东渡后经过岁月的沉淀，日本的漆器技艺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准。创立于1661年的象燕漆器，更是日本皇室御用品牌。走进店内，仿佛进入了一个漆器般的艺术殿堂，描金实绘的珠宝盒流光溢彩，螺钿镶嵌的石器宛如星河坠落。一件漆器从木胎上漆到最后实绘，需历经数十道工序，长达2年甚至于更长时间才能完成。匠人以指尖的温度与时光博弈，方可成就千年不腐的传奇。与店长聊天过程中我提到他们曾与江诗丹顿合作的3套实绘腕表作品，他很开心，说这是2个历史悠久、同样具有工匠精神的品牌。店内的产品应有尽有，茶道用具、餐具、香盒、文房四宝、酒杯等等，每一件都是艺术品。尤其是这套12月冷酒杯，从1月到12月，图案各异，每个月的酒杯上都有实绘工艺的当季主题，每一个都让我爱不释手。最后选了一个最喜欢的买回了家，大家猜猜我买了几月的？结账时，店长对我说，这个杯子是可以一直用下去的，如果有问题随时拿回来给我修补。这就是能够让品牌延续100年的秘诀所在。逛完象燕后，我来到了创立于1663年的鸠居堂，这里是文房四宝的世界。一走进店里就能闻到淡淡的檀香。后院的庭园别具一格，干净的小院里，一棵枫树孤独地立在角落，像是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正前方的桌子上摆放着笔墨纸砚，简洁而宁静，满满的宋代极简美学之风。其实京都的魅力还在于传统与创新的无声对话。诞生于2003年的本土品牌 SOSO， 就是日常聊天时说对的意思，有彼此互相认同之意。几位创始人以创造全新的日本文化为理念，运用传统素材和手作技艺，将和风印花玩出童趣与现代感。产品线很丰富，从日常的衣物、饰品到精致的家居用品，应有尽有。很有意思的是，足袋、布包和织物被拆分成数个专卖店，各占一隅，如同散落街巷的拼图，拼凑出京都的年轻脉搏。如果说 SOSO 是传统与现代的结合，那位于鸭川旁办公楼的 Mina Parahonen 便是时尚与文艺的完美融合。该品牌是日本知名设计师揭川明于1995年创立的，创立之初立志要做成100年品牌。Mina Parahonen 是芬兰语， Mina 是我的意思， Parahonen 是蝴蝶的意思，以此来阐释它的设计理念。我希望的设计美丽亦如蝴蝶拍翼飞舞。他也是一位布艺大师，通过丰富多元的花布材料展现出独特的品牌风格。最具有代表性的刺绣图案铃鼓已经演变出500多种不同的纹样。除服装之外，扩展了文具、餐具、室内设计领域。1楼的服装店代表作有充满自然元素的连衣裙，那些碎花树叶的图案充满了生机与活力。2楼到5楼分别是文具店、生活用品店和布店，从精致的餐具到温馨的抱枕，都让人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在这里，我能体会到揭川明只做风格不做潮流的设计理念，更能感受到他所倡导的充满艺术感和品质感的生活方式。京都，这座传统与现代共存的古城，散发着独特的魅力。它宛如一面镜子，清晰地映照出中华文明的深远影响。从古老的建筑风格到传统的技艺传承，从城市的布局规划到人们的生活方式，处处都能看到中华文明的印记，也让我为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感到自豪。好了，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儿，感谢关注。下一站，在最古老的有马温泉里泡金汤，敬请期待。